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檀健次成都生圖曝光，死亡俯拍揭開真實比例，連軸轉不賣慘態清醒。一組俯視生圖把檀健次的身材比例送上熱搜，也把藝人如何兼顧音樂與表演的老話題重新擺到了台前。成都品牌活動現場，鏡頭從上往下壓，角度不算客氣，甚至有點專挑毛病的意思。普通人遇到這種拍法，腦袋顯大，腿顯短，肩膀縮成一團，照片能不能發都得先經過一番心理建設。檀健次倒是穩穩接住了，復古水洗牛仔套裝穿在身上，顏色不張揚，版型也沒有故意誇張，偏偏在俯視鏡頭裡把頭小、肩寬、腰細、腿長這些特點全給拍出來了。檀健次俯視視角和檀健次的比例有多好，接連衝上熱搜。網友圍着幾張原相機生圖討論，語氣裡多少帶點驚訝。這個角度居然也能這麼能打？我覺得吧，俯拍確實是檢驗身形比例的硬核考場。濾鏡可以修飾膚色，角度可以找氛圍，鞋子也能悄悄增加幾釐米。可從上往下的鏡頭，骨架、體態、肩頸線條基本藏不住。檀健次這次的優勢正好落在這些細節上。牛仔外套本身有硬挺感，平直肩線把肩膀撐得更開，卻沒有把整個人裹成一隻方盒子。衣服腰部收得不緊不鬆，腰線被自然提起，腿部視覺比例也跟着往下延伸。174厘米的身高，在這套同色系丹寧搭配裡顯出修長效果，不靠誇張厚底鞋，也沒用複雜配飾搶戲。說句實在的，穿成套牛仔很容易翻車，顏色太沉，整個人顯悶；衣服太鬆，身材像被布料吞掉，上下分割太明顯，又會把腿切短。檀健次這身處理得比較聰明，水洗做舊的復古感保留了，整體線條也沒亂，手袋織作點綴，視覺重點還是落在人物本身。這就是所謂的衣服服務人，不是人被衣服牽着鼻子走。近距離原相機也沒掉鏈子，深色牛仔對膚色要求不低，皮膚狀態偏暗時，容易顯得整張臉沒精神。檀健次的冷白膚色把布料的沉感壓住了，眉眼乾淨，面部輪廓清楚，表情又沒端着，照片裡有點清俊，也有點鬆弛。不過話說回來，外形出圈只是第一層，互聯網每天都在生產帥哥美女，能讓大家從好看聊到想了解他在幹什麼，靠的還是人物身上的持續感。活動採訪裡，檀健次提到近期行程連軸轉，一邊推進第3張個人專輯，一邊準備新的影視角色。這樣的表達沒有刻意渲染辛苦，也沒有把忙碌包裝成苦情劇，只是平靜講自己的工作安排，聽着很普通，放在如今的娛樂環境裡，卻顯得挺難得。很多藝人會在音樂和影視之間做選擇，拍戲的時候減少音樂活動，專心做歌時又暫時離開劇組。這個安排很現實，人的精力就那麼多，時間也不是橡皮筋，拉長了還能自動恢復。檀健次偏偏選擇了兩邊都往深處做。據公開信息和活動現場分享，他的新專輯已經籌備了一段時間，相關工作不只是錄音演唱，還包括選曲、編曲、視覺概念等環節。藝人參與創作並不稀奇，難的是能不能真正把精力放進去，而不是在宣傳文案裡掛個名字。拍戲收工後繼續處理音樂，趕通告的間隙看詞曲、改旋律，聽起來很有拼勁。可落到個人生活裡，就是一塊又一塊被切碎的休息時間。候機幾十分鐘，車上1個小時，晚上回酒店還有沒有精神？這些全是實打實的消耗。我就納悶了，大家總愛把藝人的努力說得輕飄飄，仿佛忙2個字就能概括一切。
其實音樂創作和表演準備都不是臨時抱佛腳的活兒，一個要反復推敲聽感，一個要慢慢進入人物狀態，哪邊都不是換套衣服，說幾句漂亮話就能交差。影視方面，檀健次此前出演的沈毅、香柳等角色給觀眾留下了鮮明印象。沈毅的安靜克制，香柳的冷峻複雜，人物氣質並不在同一條線上。新角色如果繼續重複舊路，觀眾也會覺得沒勁。所以他需要在體態、台詞、情緒和人物心理上做新的調整。演員最怕什麼？不是暫時沒熱搜，而是每次出現都像同一個人換了件衣服。這一點上，檀健次至少表現出了比較清楚的職業方向，不滿足於把已有角色再複製一遍，也沒有只靠過往熱度吃老本。新角色究竟呈現如何，還得等作品播出才知道。提前把成績單寫滿，誰都不敢保證。可願意花時間準備，願意把功課做在鏡頭之外，確實比只在宣傳期喊口號靠譜。現場狀態也挺有意思。連續工作之下，他面對媒體依舊耐心，和粉絲互動時不停揮手、微笑回應，還提醒大家注意7月高溫和防暑。有人覺得這只是藝人基本素養，也有人會被這些小動作打動。我個人認為，所謂親和力不一定要有多誇張的表演，記得回應，願意聽完，看到天氣熱會提醒一句，這些細節不值什麼大錢，卻能讓現場的人感覺自己沒有被當成背景板。當然，咱們也別把藝人捧成不會疲憊的超人。連軸轉不是值得全民模仿的生活方式。長期睡眠不足，工作過量，對身體和創作都可能造成負擔。敬業值得肯定，合理休息也同。